常去日本旅行的朋友应该有一种感想，似乎到访的园林庭园长相都差不多。偌大的庭园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周围再以各式花草树木来点缀装饰，例如香川县莅林公园、兵库县好古园及东京都六义园等。这类回游式庭园是日本的一种花园形式，游客可以在内部游览并欣赏庭园布置。大概在室町时代的禅宗寺庙及江户时代的许多大名庭园，均以此为主要设计方式，故当时构筑的几个大型庭园，目前均被视为日本庭园的代表之作。最常见的池泉回游式庭园及园区围绕着一个大池塘，周围再加以竹山、小岛与池塘边的桥梁，而后于许多地方复制一些著名景点，并在花园的道路小径上置放一些凉亭、茶室等休憩所，作为欣赏庭园造景之用。位在熊本县的水前寺城趣园是一座水前寺公园町的大名庭园，桃山市回游庭园的水前寺公园，1929年被指定为国之名胜和国之史迹。园内以阿苏山伏流水泳池为中心，周围再以土堆、石块、草皮与古松等构筑模仿由江户到京都驿道的53个素场景色，一旁还有祭祀细川家历代藩主的出水神社，以及至今约400年历史的8条宫至仁亲王学问所，被称为古今传授之间的古建筑。寒冬季节，一整片黄褐色的草皮在竹山中蜿蜒起伏，缓坡而上形成的三角锥即为水前寺复式的庭园象征。立于阿苏火山的伏流泳池旁欣赏此景，犹如在富士五湖边上观赏富士山的意境。畅游九州的游客几乎都必须要对阿苏山有所认识。水前寺城趣园中的神水长寿之水，便是源于阿苏山系的涌泉。园中的回游庭园亦以阿苏山伏流水涌出之池为中心。身处水前寺城趣园之中，随意张眼即可见竹山、浮石、草坪和松树，这种以景物来模仿东海道53次之景的方式，真让人不由得赞赏古人的智慧与艺术修为。位于泳池西畔的茅屋茶室，古今传授之间，原建于400年前京都御苑的8条公家，1912年由京都迁移至此。因细川家初代当主细川藤孝，当年为阳城天皇的弟弟8条公至仁亲王讲授古今和歌集，故而得名。游客可以在此喝茶休息，同时欣赏着眼前的桃山是回游庭园。蜿蜒的小径顺着起伏的竹山而行，游客立于其中，不知下一步会到何处，亦无从得知待会可以见到何物。城趣园的景色处处都是一场惊喜，点点都足以成趣。大片起伏的草坪，几颗黑石再加上一株松树，漫步于日式庭园之中，欣赏的便是园中极简风的景致。置身竹山之中，近看仅是一片黄褐色的草坪，慢行远离之生地，绕过涌水池，经见富士山现于眼前。细川家第4代当主细川刚利曾于此命名城趣园诗景。园区东方在1979年出水神社100周年时设立了2尊铜像，分别是近世大名肥后细川氏的家族细川藤孝及肥后熊本藩初代藩主细川忠利。冬天在日本旅行，眼前景色万般枯黄，唯有梅花争艳露出点点色彩。想要让旅程增添一些颜色，最好的方法就是排入一些有种植梅花的寺庙公园。满园红色的梅花争奇斗艳，枝桠昂首向上，精神抖擞，为冷峭寒冬里带来一股暖意。稀疏点点的粉色枝垂梅，纵然不似红梅般艳丽，但一枝之下垂挂点的景象，更让人增添一份怜惜爱花之意。梅花与樱花的开花期约相隔1季的时间，严寒的气候与春暖花开的时间不同，赏花的心情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唯有自我适当调试状态，方能让花香处处飘散。松、竹、梅、岁寒3有理应同时并存，但在园区东北口的梅园里，仅见绿油油的松树搭配着红梅闪亮登场。古朴的园林中需要有传统的装扮，美丽的事物更需要时时留下倩影。能在国之名胜和国之史迹里见到穿着和服的美少女，顿然使得整体场景搭配许多。出水神社为水前寺城趣园的主要景点之一，此为当年熊本藩藩士们感念雇主，为祈求人心安定、和平繁盛，特于细川家渊源甚深的水前寺城趣园建立。位于园区北方的出水神社，神社内祭祀细川家历代藩主。神社原建于1878年，但因2战毁于战火之中，目前的建筑重建于1970年。
历时3年方才落成完工。桃山是回游庭园建筑的水前寺程序园，叙述着日式庭院始于安土桃山时代的点滴，以及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故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水前寺程序园的名称引用自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一节“园日设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译文为天天在园子里散步自成乐趣，尽管设有园门却常常关闭。水前寺程序园并没有所属的停车场，驾车至此需要自行寻找停车场停车。此次是将车子停于 Swisenji Parking Lot 水前寺驻车场。